少爷，四扛退出，扛不住也得扛，必须保证老铁们安全撤离。龙路游击队前来解围。营长，我们是不是来晚了？来得正好，感谢龙路游击队的兄弟们，都是抗日队伍，不分彼此。说得好，鬼子马上就要反扑了，咱们得赶紧撤。命令全营退守到马内关阵地。是，走。我们不为胜利了，估计是北面高潮了。营长，你们虎太猛了，这马内关突然保不住了！你他娘的怎么来了？老台长呢？放心吧，海上护送现在已经过江了。营长，路上没事吧？没事，我们过来，派几个班在这守着呢。啊！全力把对小鬼带走，一定要坚持到最后，全营撤退到北城东方。兄弟们，这一步最看我！别动，快动！
朝課が戦場の掃除が終わりました。100以上シナゴン人次第員以外に来ている人はいません。そして次第員には拳銃と弾丸がありません。私の命令だ。北へ進めろ。11時連隊と合流するのだ。はい。快，快，弟兄们，快！山中大佐、勝利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大佐閣下、ご勝利も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いやいや、とんでもないです。あなたたちは勢いで攻め、俺たちは巧みに攻めたのだ。知りたいけれども、そのシナゴン人たちはどこに隠れたのか。彼は崖の道で抑えられました。もう逃げる道がありません。中堅と呼ばれるシナ部隊は昔 D 判官で松本大佐に勝ったことがあります。今回全滅させたのはメンツの挽回ですね。把眼睛睁大点，再也不能让敌人偷袭上来了。是。营长，这儿太冷了，这才9月，这山上怎么比冬天还冷啊？高黎贡山海拔高啊，兄弟，再坚持会儿。传我命令，通知所有连排干部集合。是。弟兄们，现在情况有点紧急啊，是坚守还是突围？我想听听你们的意见。太大意了，在九寨工坊只放了1个班，那里我想鬼子是无论如何上不来的。可是谁知道？不说这些。要是查理游击队不撤出片子，他娘的情况不会是这个样子。小鬼子既然敢在北面这么肆无忌惮的进攻，你就是放一个营也不一定顶得住。说说现在。幸好会坡梁子南北都是陡壁，敌人一时半会儿上不来。这东西两侧又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险要道路，只要坚决顶住，2、3天是不会失陷的。可是子弹打光了怎么办？大不了再肉搏一次，杀一个够本，杀俩赚一个。到了黄泉之下，面对后人供上的纸钱和贡品，不会脸红。不到万不得已，不下全营战死的下策。可如果就这么拖下去，咱们兄弟几个不是战死，也会在这全部冻死的，啊！这东西两侧都是鬼子的重兵在把守，肯定逃不出去。这南北又是悬崖绝壁，掉下去也是粉身碎骨啊！报告，他们自称是本地的，说可以帮助咱们。你们是哪来的？我是于子厚，他叫于子杰，我俩是明光色里河的人，受水老县长和顾师长之令前来接应你们的。就你们2个人吗？哦，一共42个人，其他人在北面的临岗上。那你们是怎么爬上来的？我们是傈僳族打猎的，这一带啊，我们很熟的。你们知道我是谁吗？你是刺刀营段营长。
这在咱们腾北，有谁不知道您呢？我不是段银良，他才是。你就是刺刀营营长段正国，那个是连长曹京忠。段营长，你不认识我们，但是我们认识你呀。你带领大伙在地盘关和日本鬼子拼大刀的时候，我们都看到了。好，相信你俩。可你们打算怎么把我的弟兄们带下去啊？我们既然敢上来，自然有办法。就在那边，走走。段营长，您看，这些怎么会有这个东西啊？哦，这是去年和水老县长护送戴师长的灵柩经过雪山，怕有些人呢从这岩石边上摔过去，就用这些藤篾呀把这岩石边都围了起来。用完之后，又受顾师长的吩咐，就地就给它埋了，以备万一。您看，这一共有3大盘呢。这是戴师长的英灵，在保佑我们刺刀营的弟兄们呢。这么滑，能行吗？哦，怕腐了，擦过超油了啊，不要紧，一会儿用火灰裹一下就不滑了。是。林子，通知2头哨兵，严密监视敌人动向，其他人员准备撤退。是。朱元帅，慢点。上面还有人吗？我是最后一个，没有了。撤。这东西不能留着了，要不小鬼子就知道我们行踪了啊！我没有办法，一会儿就烧完了。兄弟们，谢谢你俩了，救了我的弟兄们，我段正国记在心里了。段营长，瞧您这话说的，你们在腾北打鬼子，那又是为了谁呢？走。出発！対策課報告後、一人もいませんでした。そんなわけない！わけない！捜査しましたが、確かに何もありませんでした。まさかシナ軍は消えたのか？崖のところにこれを見つかりました。すぐ捜査しろ！はい。チクショー！欢迎你们回来。三哥。
算过江了。这一晚上我们都没敢合眼。你看，我这不是好好的吗？你看，爷爷他们过来接你们了。老县长，对不住，我没能守住腾北。孩子，你能把刺刀营带回来，这就是逆境中的大胜利。鬼子这次重兵扫荡腾北，你知道有多少人为我们担心吗？连你爸爸都从重庆赶过来了。爸，这次扫荡，鬼子出动了将近1万多兵力，18师团出动精锐1半以上，我们没能守住腾北。知道，兔子尾巴长不了。我相信，这是鬼子的最后一次进攻。接下来，他们面对的只能是一样东西：死亡。弟兄们，打起精神来！总有一天，我们还会打过去的。跟上，不要停，停就站不起来了。快跟上，不能停。要坚持吧，是这样。我实在是不行了。我想去。弟兄们，还记得这个地方吧？死在野云山的兄弟们，致敬。走，我们来吧！全军快速前进！新平阳，看来反攻的第一仗就要在这里打响了。Hell's Gate， 中文怎么说？鬼门关。主要问题是，它是谁的鬼门关？谁打输了，他就是谁的鬼门关。有把握吗？我们已经在兰姆家苦练了1年多了。据前方114团李红团长报告，侦察兵已经摸清楚了敌人的布防情况。鬼门关内共有12个山头阵地，我们选择守攻的，不是最靠前的，也不是最低矮的，而是比较靠后的，敌人认为十分安全的第4个山头。李团长给这个山头的命名是“子字之年”，
们反攻缅北第一仗，必须给敌人来一个出其不意。真是一出啊！你要是不懂得什么是配人的话，你总该懂什么是配牲口吧？看见了吗？这小日本就牲口。听他们说呀，这小日本呢，那个女人是疯了，活不了。所以人家日本军队给每个部队配备了这个叫……对，叫乌鸦。夫就妓女呗。死到临头了还寻欢作乐。嘿，这帮狗日的还真把这当自己家了是吧？最好他们全走。哎，营长，下命令吧。这帮狗日的，光着腚去见阎王！你俩，跑！开跑！砲弾はどうして来なかったの？行こう！开炮！十万长，一个路！看见了吧，兄弟？说过去，那都是我们挨小鬼的炸弹。今天这美国的炸弹比小鬼的厉害多了。炸了这个叫好美，算是给死兄弟报仇了，真他娘的解气！跟着跑火车，尽量靠近前线阵地，保护一点，赶住上去，跟我走。
ました。我々はここで死ぬのです。この女たちも。总指挥，114团报告，子阵地已经拿下，共有日军1个中队109人，其中50多人引爆炸药自杀。另外，鬼门关内的12个山头阵地共驻扎日军1500余人。Goddamn devils！ 下一步呢？按部就班。李洪团长已经给这12个山头阵地按地质的顺序排了号，子丑寅卯辰巳午未，一个个的往下拿。哼，看看日军能够坚持到第几个。如果你确定鬼门关你能拿得下，我立刻通知皮克将军。10天之内保证把鬼门关上的鬼通通肃清。至于如何将鬼门关的关隘变成公路，那就要看皮克将军的工兵部队了。OK。进度怎么样？还行。哎，等等，这美国工兵都来了，他们有最先进的机械，干嘛我们还要用这些原始工具？咱们只能先用这些原始工具把障碍清除了。美国大型的制动机械可能派不上用场。弟兄们，这条路通向中国，是咱们回家的路。仗打到哪里，路就要修到哪里。大家加把劲儿，谢谢了。报告，114团的战报，鬼门关的魏山头已经被拿下。魏是哪一个？第8个，英文字母 H。太复杂了，用阿拉伯数字。不用了
剩下几个山头，鬼子坚持不住，不战而逃。鬼门关已经全部被拿下。通知皮克将军加速去路。是。我有个请求。说。我要去战场亲手杀几个鬼子。你以为我不想吗？我是总指挥官，你是我的联络官，我们的位置就在这里。我知道，但是去。是。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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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谢谢刘大人接下来看我们的，谢谢。前一段干得不错，下一个进攻目标。余帮有守敌一个大队，且一面临水，三面森林，攻势坚固。我要求总部派2个团并配山炮投入余帮作战，但是公路未通，补给困难，总部不准所起，只有依靠现有的兵力硬打。先声夺人，虎口拔牙，有问题吗？军人的天职是服从，命令下了就是探进脑袋去也得拔。好，先期到达余帮的兵力有多少？现在只有1个连，兵力不足，我担心寡不敌众啊。只要进攻余帮能为主力集结争取时间，这个连就是打光了。是。好，你的114团离余帮最近，命令李克己拿下临兵后，迅速增援余帮。是。将军，余帮捷报。走！哈哈哈哈！老段，欢迎你来前线。爸，我从昆明带了一支工兵部队来增援。我告诉你，你的大儿子是好样的。皮克将军给他的评价非常高。谢谢。听见了吧？你得向你大哥看齐。是。你呀，你不是一直想去前线对吧？是啊。机会就来了。余帮拿下来了，等我跟你爸聊完了，你陪他去余帮，但是你一定要注意他的安全。是。东脑。
兄弟们，你们受委屈了。等打完了仗，我来接你们回家。报告师座，余邦战斗共抓获日军第18师团1200名俘虏，如何处置？派人去审一下，凡是在南京参战过的日本军人，都是死有余辜，都应该被枪毙。师座，你说什么？枪毙？这不是杀战俘吗？这不符合日内瓦战俘公约呀！年轻人，你读过日内瓦战俘公约？是的，师座，我也读过。但是这些毫无人性的日本畜生们，在白山黑水的中国东北，在华北，在南京，在全中国，他们什么时候执行过日内瓦公约？国际公约是给人制定的，不是给畜生。先押起来。是。爸，你觉得应该怎样对待俘虏？我们应该遵守军人的道德。日本军人什么时候讲过道德？他们什么时候有过人性？什么时候遵守过国际法？你知道什么叫仇深似海，不共戴天吗？南京几十万人手无寸铁，被他们屠杀了，血染长江。抗战以来，日军所到之处，杀光、烧光、抢光，奸淫妇女无恶不作，妄图灭我民族。你妈妈，一个小脚老太太，坐在轮椅上，在家里等着我们回去吃团圆饭，她招谁惹谁了？这帮畜生！知道1919年的五四运动吗？当然知道。日本人逼迫中国在割让山东的巴黎会议上签字，激起了学生和国民的愤怒，才爆发了席卷全国的爱国运动。知道中国要在那个丧权辱国的条约上签字的消息，是谁透露出来的吗？你怎么现在说这个呀？有些事情该让你知道了。你需要记住一个人的名字，叫邓云阶。邓云阶，不就是他力主要在巴黎会议上签字，后来被爱国人士给打死了？他不是个大汉奸吗？住口！以后不许那么说了。他是被诬陷成汉奸的，而杀害他的人才是真正和日本人勾结的汉奸。这是怎么回事？事情的真相是，邓云阶是当时中国政府派往巴黎和会的外交官，他的使命就是要在出卖山东的合约上签字。他是个爱国者，他不愿做这种事情，可他是政府官员，无法抗命。于是他冒着巨大的危险，把这个消息给透露出来，这才激起了全国性的抗议浪潮，阻止了政府在巴黎合约上的签字。可没想到，他刚一回国，就被汉奸给暗杀了。他的太太当场死亡。等我匆匆赶到，他已经重伤致命。把襁褓中的婴儿托付给我之后，含冤死去。把孩子托付给了你？对，我明白了。这个孩子就是三弟郑国。郑国自以为聪明，他听到了一些风言风语，还查看了当时的报纸，自以为了解了真相，认定自己就是我们抱回来那个孩子。其实他错了。我？对，
邓云阶是你的亲生父亲。以前没告诉你，是因为还没弄清真相。我们不能把一个汉奸之子的压力转移。现在，我终于可以告慰我九泉之下的老朋友，尘缘已洗，真相大白。政府已经为他恢复名义，尊他为烈士，所以你跟日本人是有杀父之仇的。跟着史迪威，狠狠地揍一些日本人，让你父亲的在天之灵为你自豪。这真叫鸟枪换炮，完美，太完美了！别老拍外国人马屁，美国人东西也不一定好使。我觉得咱们的中正步枪挺好，也没少打鬼子。打仗，军人素质第一，武器装备第三。那第二呢？胆量。也是啊，没胆你也不敢脱俄。嘿，哎，去，别扯闲话了。玲子，哎，过来。看见4号区域那几个鬼子了没有？看见了，给我扔几个炮弹过去。是。打准点啊！好嘞。哎，你他娘怎么打的？连鬼子毛都没炸着。你小子眼珠子长屁股上了是吧？美国教官教你的都白教了，不该就滚蛋啊！你跟上尉吵架，你不能跟我撒脾气，是不是？哎，玲子，你当一翻译还行，开炮有一棒槌呀。你不是棒槌，你来，你来，你来就来。行了。自从撤出了滇西，我是天天想着要打回高丽拱山。现在缅北战事一开啊，我这心里更是痒。你们都看见了，我天天往师团指挥所跑，舔着我这张脸软磨硬泡，对吧？好不容易给咱们4道营的弟兄们要下了进入江岸阵地轮战的机会，上头对咱们多好啊！这么好的炮给了咱们，这比小鬼子的小钢炮强多了吧？啊！
你看看你，连小鬼子的毛都没扎着。哎，警长，警长，你看看谁来了？詹姆斯，前辈了，兄弟，你怎么在这儿啊？我是美军顾问团炮兵试验的负责人，来帮助中国士兵掌握各种火炮技术。来的真是时候，就是有点太突然了，我接受不了啊。在兰姆加新年营碰到你哥哥杜安国的时候，他也很惊讶。简单的说吧，我离开英军加入美军了。管他呢，能打小鬼子就行，对不对？你小子怎么就加入美军了呢？啊？我记得你们说过，树挪死人我活。就是要慢慢说。You can start the training of firebombs on the Chinese soldiers. I'm going to talk with my old friend. Yes, sir. 走，我请你喝美国咖啡。还记着呢，够意思啊！走，哎，走，哎，炮的给我打准点啊！我在英国里的最好的咖啡，够意思。Good， 坐。老詹，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呢啊！其实收复缅甸和我本人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可我是个军人，我更看重的是荣誉。这有一点我不明白，你之前是英军军官对吧？现在又穿上美军制服，你小子把我弄糊涂了啊！这是因为我父亲战前就加入了美国籍，所以我也加入了美国籍。我就是不服气，为了能够跟着徐迪伟将军打回缅甸，在兰姆加我已经帮助训练了 X 部队，现在我又被派来训练 Y 部队。当然，这是我自己要求的。看来你小子也是个不打仗浑身就会痒痒的主啊 ！Yes， 我带来的都是最好的美国教官。会让你的士兵成为最好的炮手。我相信。谢谢你，兄弟。咱俩有缘分。是你们在缅甸拯救了我的生命，我不该为中国人做些什么吗？但你现在最该做的，就是把你所有的技术全盘交给我的弟兄们，让他们在战场上多杀几个鬼子，那样我就最感谢你。问你一个个人问题，你和你的father的关系怎么样？过去不好，我一直和他合不来。他要成为美国人，我是极力反对的。直到在英军中受够了打败仗的无能气，我才觉得他是对的。他也在军中服役。不过是在欧洲战场，还参加过2次大战，像徐迪伟将军。你看，就是他。You look like your father， 啊？我过去和我的父亲关系也不太好，通过这场战争。我现在觉得他是一个好父亲，是因为你理解他了。儿子对父亲的理解，往往是需要一个过程的。还有一个原因，因为我也要当父亲。是吗？你行啊！你的妻子是谁？大美女，我们200师的战地护士，回头带你认识啊。中了！中什么？中什么了？炮打中了，一炮打在小鬼的头上，砰，全给他们打傻了。你小子打的？不是，美国教官打的。詹姆斯，你的弟兄们今晚想吃什么，我全包了啊！还傻站着干嘛？接着打去，千万别省炮弹，能打几个打几个啊！啊！谢谢。
な射撃を包囲しよう。包囲が続けたらまず観察しよう。もしシラ軍隊の後に砲がなければ陣地に入りましょう。次の砲撃を避けろ。砲撃止まったみたいです。陣地に入りましょう。本以为日本人是没有文化，怎么看？哈哈哈哈哈哈！还是有那么一点。我们跟日本人打了13年，头一回听他们说这种话，看来小日本的自信心大打折扣了。总指挥，我要回部队去布置下一次战斗，我先走了。抓住日本耗子！ 一个都不放！我会用行动让日本人在梦中闭嘴的。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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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Leader? Nah, I ain't a 3-star general. I'm a 3-star platoon leader. Whoa! All right, no more screwing around. Get back to work. Yes, sir! Hey. General, I knew you'd come as soon as the shelling stopped. Well, I got some good news. We took Mungon. That's nothing that didn't already belong to us. That it is, but I got some bad news too. We need you to extend the road out to there, and I need you to do it in 3 days.
Yes, sir. General, I have a gift for you. For me? Bring in the gift for the general. General, General, you've been so busy with the war you forgot your own birthday. I had the cook make this for you. I forgot my own goddamn birthday. Hey, those are some good Chinese characters. You write that yourself? No, sir. There are many Chinese experts in the U.S. Army. That was written by Duan Lingor, our Chinese engineer. I believe he's a friend of your father's, and he sends his regards. Yes, that's true. How's he working out? He's excellent, sir. His axe and saw theory is giving us great progress. He's got his own little theory, an axe and saw theory. What's that mean? Yes, sir. He believes in the forest using primitive tools to overcome complicated situations. First, axes and saws in the hands of the Chinese people, cut our way through the jungle, and then we use our machinery to build the roads. Well, that makes a lot of sense. I mean, at the end of the day, it's a war in northern Burma. It's a war of roads. Sun Liren, my axe. Zhou Nongguo, well, he's my saw. Now that we got them on the run, Japanese are running back into their little rat holes. They got 3 rat holes. One in Mungong Valley, one in the Hukong Valley, and one in Mijana. What we need are roads to get in there. They're little rat holes. Smoke them out, kill them. That's where you come in. Yes, sir. General, can I go to the front line? Son, you cannot. I got another mission for you. Put it on the table. Your mission is to take this to your brother, spend some time with your brother and his wife. You think you can do that? Yes, sir. 对了，老二，你的身世知道了吧？都知道了。你的生父是一个英雄，却一直背着汉奸的骂名。现在真相大白了，你可以幸回本性了。 来，快吃蛋糕吧！这是乔大叔的生日给我们的，为了祝贺我们兄弟相见。啊，当然还有水滴者，真不容易啊，能在大哥这儿见到你。哦，我这还不是运气好吗？刚到你大哥大嫂这儿啊，你就捧着蛋糕来了。啊，对了，老二，你的身世知道了吧？都知道了。其实。 我隐隐约约知道家里有个秘密，我一直以为是郑国呢，没想到这个人是我。你的生父是一个英雄，却一直背着汉奸的骂名。现在真相大白了，你可以幸回本性了。 大哥，我在段家24年，段家对我有再造之恩，这种感情已经超过血缘关系了。我姓段，我永远姓段。好。对了，你生父。 邓云杰之所以能够平反赵雪，可全靠水记者的哥哥给督办的。你得好好谢谢人家。水记者，哎，我代替段家谢谢你了。呀 ，David， 别客气，千万别客气啊！真的挺为你高兴的。不过我们水段两家。 本来就不是外人，是吧？我和你们的父亲也认识几10年了，现在英秋又成了段家的儿媳妇儿，
我们这两家更是一家人了。哦，对了，银秋都怀孕好几个月了，你们的三弟要当爸爸了。这个老三，按你说，打仗他冲在最前面，找媳妇抢在老二前面，生孩子又抢到我前面。瞧你这大哥，跟人家争这些，我土匪不就这样吗？对。I ate your birthday cake. This is a gift to you. You made this. That's a good gift. Come on, sit down. It's a good gift. I'm gonna take it back to Florida, show my wife. And the truth is, that actually might be sooner than we thought. Japs are on the run in Burma. Thing about the Japs is, though, man, they're crazy buggers. You know, we got them running in Burma, and hell, they go and attack the English in Yimphal. What do they want to do? Well, if they take Yimphal, they're gonna head north and try and attack Lidu. And if they succeed in doing that, they're gonna cut X-Force's supply lines, and that's the problem. General, I need a favor. I want to go to the front lines. Kid, I've been where you've been. I know what's in your heart. You're a brave soldier. But the reality is, every soldier has his place. Your place is here with me. You're my liaison officer. You know what? I've been with you for a while now. You feel like a father. Well, you feel like a son. You know? But the thing about it is, your dad is my friend. Now, if I take you to the front lines and something happens to you, what am I going to say to your dad? You think about that? You 可能还不知道，段忠义是我的养父。我的亲生父亲叫邓云阶，他是个爱国烈士，却被蒙受了20多年的汉奸之名，直到不久前才沉冤昭雪。我弟弟段正国，他一直以为是汉奸的儿子，所以拼命地用战斗来证明自己。他做到了。将军，我要跟他一样，那就是证明我自己。战争给每一个男人这个机会，你也一样。孟拱河谷比刚拿下的胡康河谷更加险峻，谷地内加麦和蒙公两大重镇，攻守相望，隔江对峙，互为犄角。日军在这一带不仅布下重兵，而且蓄存了不计其数的军需辎重。这是两个双血连环的耗子洞啊！是的，总指挥想知道两位师长如何掏这两个耗子洞。雨季很快到来，这场仗必须在雨季之前结束。地形复杂，时间紧迫，这场仗会比胡康河谷更加难打。将军们，我们在蒙公河谷的敌人是一只大螃蟹。加麦和孟公是这螃蟹的两个钳子，中间只有30公里，所以问题很明显。
如果打加麦，孟公的敌人不会坐视不顾；如果打孟公，加麦的敌人同样也不会无动于衷。螃蟹的大钳子当然不是吃素的，但是我想中国人吃螃蟹是挺有办法的。我明白总指挥的意思，吃螃蟹要先掰钳子，但是无论你先掰哪一只，另一只一定会抬起来的。那还不简单？现在的形势不是螃蟹要吃我们，而是我们要吃螃蟹。来个双管齐下，两个师包打一处，同时把他的两个钳子全掰下来。哎，营长，你听说了没有？缅北的驻印部队连战连胜，新38师和新22师把鬼子的18师团直接赶出了胡康河谷，下面就该打孟拱了。可咱们这边没动静啊，天天和鬼子隔江相望，真够闹心。哎，谁说的？上次美国教官教咱们打那一炮，不就直接把小鬼子窝给端了吗？那一炮打得可太好，从那以后日本人再也不露头了。别扯闲篇了，鬼子接上车上来了。林子，哎，在山路的拐角处给我逮住他，打不中晚上别吃饭啊。是。准备放弹！放！好样的！晚上叫你小子10个馒头。谢谢营长。营长，团长电话，要你速去团部向段仲一中将汇报。你们在这守着阵地，防鬼子偷袭。我去找中将大人聊一聊。小子，要尊重于二师，尽可能的给他们提供帮助。是。长官，段营长来了，你们聊吧。报告段长官，刺刀营长段立国奉命前来，向您报告我营驻防情况。刺刀营的情况，你们团长已经向我介绍过了。我的公务已经完了，找你来是陪段长官走走。走。啊，您这头发来了不少。哟，你小子也知道关心起老子的头发来了。我估计你们这头发一大半是让我给折腾白的了。什么一半？全都是被你折腾白的。哼，不过也别高兴得太早，我孙子以后也会这么折腾你的。我知道，这些年你吃了不少苦，但是男孩嘛，吃点苦是应该的。最近仗打得不错，让我这个当爹的以你为荣啊！没有这番历练，我也成不了旗号。我现在终于知道，为什么您处处有点二哥了。哼，我挺高兴的，能替二哥承担一些东西，虽然那是不自觉的吧。如果换成是我相信我也会这么做，因为这是大义。唉，一转眼，你们都长大了。安国他们现在应该打到蒙贡河谷了吧？对，
日军18师团臭名昭著，罪行累累，自侵华战争以来，一直是常胜部队。这一次，终于让他们尝到挨揍的滋味了。打小我没求过你什么事儿，今天我想求你件事儿。想调到 X 部队去？行吗？不行。可是，报告，宝山军委会滇西办事处来电，重庆军委会有事请您火速回渝。知道了。是。看见了吧？您估计是什么事儿？做好准备吧。这条怒江防线，我们已经守了1年多了，应该是要反攻。啊，应酬怎么样？快临产了。你看你小子，糊里糊涂就要当爹了。爸，既然我们马上就要反攻了，他在这待着，我不放心。我就是这个意思。去收拾收拾，我带他回重庆。谢谢爸。谢谢段长官。笑一个，别愁眉苦脸的。跟爸爸走吧。到了重庆，大家会照顾你，肯定比我照顾得好，对不对？再说，那边的医疗条件也好啊。三哥，我还是放心不下你。我走了以后，你要照顾好自己啊。放心吧。照顾好我们的孩子。我和孩子在重庆等你。走吧。爸，开饭了。你坐。身体感觉怎么样？您放心吧，挺好的。想吃什么，酸的啦、甜的啦，让他们去弄。注意休息，别累着了。爸，您放心吧。哎，我们段家3个儿子，在给我生孙子这个问题上，倒是老三争了先。不过在战场上，郑国也是处处争先的。在咱们回来之前，
他还嫌窝在怒江东岸无仗可打，想让我把他调到驻印部队去。爸，其实我还是应该留在他身边的。不，他叫你跟我回来是对的，这说明他长大了，成熟了，知道不但要对自己负责任，也要对家人负责任。老爷，吃饭了。啊，走吧。啊，起锅鸡。郑国从小就喜欢吃起锅鸡。他来信说那边进展顺利，要不了多久，咱们一家人就能团聚了。嗯。我去接。好，我马上过去。爸，怎么了？日军进攻英帕尔了。日本人进攻英帕尔，恐怕会使战局发生重大变化。黔驴技穷，狗急跳墙了。英国人守英帕尔应该没问题。你看，自缅北开战以来，史迪威就没到过重庆。现在他突然飞过来，我估计他一定感到巨大的威胁。他到重庆了？他突然飞过来见委员长，所以石崇史才匆忙打电话让你我赶过来。我说呢。由于日军的这个行动，我们开辟第二战场已经燃眉之急了。作为 X 部队的总指挥官，我请求你，把 Y 部队立即出兵，强渡怒江，跟我们 X 部队一起对缅北日军形成前行攻势。委员长，委员长。委员长，我希望你对目前的危险局势做出必要的军事行动。日本人开始进攻印度了，打的是英国人，对吧？江总司令，你对英国人的不满，我能理解。你我对英国人的战斗力都没有足够的信心。但是英国人已经丢掉了缅甸。这根本不是作战能力问题，而是态度问题。大英帝国的军队和武器装备远远优于日本人，结果怎么样？英国人的两面三刀，你没看出来吗？时至今日，怎么还为英国人开脱？原则。哎，好，这儿行吗？行行行，好嘞。1、2、3，好了。对于英国人来说，失掉缅甸，就像他们兜里掉了几个零钱儿，印度才是他们的钱包。吝啬的英国人已经丢掉缅甸，绝不会再丢掉印度。哼，该拼命的时候，我相信他英国人也会拼命的。可是我们不能把我们的命运压在英国人的身上。现在不管英国人能不能守住英帕尔，Y部队出动的时间到了。中国人已经负了我们应该负的责任。史迪威将军，你是为这个事专门跟我吵架的吧？周，你冷静点。英国人知道孰轻孰重。缅甸丢掉了，可印度这么重要，
因帕尔他们会拼死保卫的。You're not wrong. 委员长，史迪威的焦急，请你理解。毕竟他带着中国驻印军正在鏖战，如果后路被断了，他们就完蛋了。也许两支部队同时出击，就能在滇西和缅北彻底消灭日寇。哎呀，各有各的难处吧。史迪威将军，你一飞到重庆就来看我，也顾不上休息，勤勉可嘉呀。自缅北开战以来，你真瘦多了。仗要打，也要注意休息，啊！将军阁下，在重庆多待几日，我会给你派一个最好的医生。哎，看见樱华和水滴者了吗？他们出去拍照片了。哎，这儿挺好的啊，我再帮你拍一张吧。好。哎，看这边。啊。就剩最后一发子弹了。干嘛呢？我不能让你落在日本人手上。不怕。既维护姜委员长的尊严，又给我台阶下，你真是个称职的和事佬。这样不好吗？我真没想到，你对委员长有那么深的成见。你知道美国媒体是怎么说的吗？怎么说的？说他是个独裁者，是民主的敌人，是他领导的政府
腐败无能，才导致中国抗战的一败再败。周，你们美国人一点都不了解委员长，至少眼下的中国，没有一个人能够立即取代他。可是我也知道以前你也反对过他，为什么？此一时，彼一时。以前他消极抗战，我反对他；现在我尊重他，因为他坚决抗战。任何时候，个人恩怨是不能代替国家利益的。我就知道你今天来这儿不是为了跟我下棋的。有话直说吧。面对日军进攻英帕尔这件事情上，居有居的想法，王有王的考虑。如果居和王不能很好的理解和沟通，内部起了纷争，那必定会影响战局。你说呢？可你们的王姜委员长手里明明有2支车，我这支 X 部队在缅北孤军奋战，他手里握着的这一支，却在怒江边只顾等着英国人的东风。但万一天气不好，不刮东风，怎么办？周，这东风最好还是刮。可是日本人才不管刮什么风，日本人这支车去攻杀英帕尔，直接威胁到 X 部队的后路。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一个主帅，怎么能只顾跟英国人赌一口气呢？手里握着的这支车，怎么能安之若素，按兵不动？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委员长不肯动用Y部队这支车，是因为日本人另外一支车正威胁着王的后路，就要掩杀过来了。另外一支车，据我所知，棋盘上只有2支车。可是日本人的棋盘上有3支车。周，告诉你，军委会得到了确切情报，日本人马上就要开始1号作战。1号作战，这是什么？据可靠情报，侵华日军集中了50万的兵力，战马10万匹，军车15000辆，火炮1500门，想由河南一直攻到广西，意在打通大陆与南洋日军的交通线。你说的这个新情况，确实要加以考虑，但是我依然认为我们应该用外部队打日本人。周，老段，其实你来到这里跟我说这么多，我也明白你的意思。王的事儿应该由宰相管，我这个老兵应该直接回到战场上。那谁是宰相呢？马歇尔将军。我が部は全力で本屋を取る。廣西から四川に出発。はい。はい。必死に本屋を包囲すれば、蒋介石も簡単にサルイ川の部隊を移動して雲南を攻撃しないわけ。それは帝国軍が品具を貸すために時間を稼ぎだ。分かったか？はい。怒江东岸部队是否出动？直说你的意见。现在出动正当其时，不管英国人是否兑现承诺，我方确实不能再拖了。你不晓得，
我现在是捉襟见肘嘛，手中的兵力都用空了。日本人在国内发动大规模的进攻，我拿什么应付？怒江东岸部队本来就是美国人为了缅甸会战而装备的，况且现在又驻扎在滇西，即使是想把他们调到中原去，也是远水不解近渴。史迪威什么时候来见我？英帕尔战事危机，他去找英国的蒙巴顿去了。一旦英帕尔失守，中国驻印军就断了后路，所以他很着急。好吧，你要保持和史迪威的联系，有什么情况及时向我汇报。是。那我走了，委员长。General, welcome to Mijuna. Front lines, I gotta see General Merrill. Yes, sir. Hit the road. Don't worry about it. Keep drinking. Drink one for me. Cheers, General. Who's the old man? You don't know him? It's the boss of the boss. The way I see it, we're out here killing Japs. You ought to give us a raise or a medal or something. Yeah, hopefully they're letting us out early off this Chango. This damn Chango. I mean, long live vacation. How long you guys been fighting? 75 days. I hear you guys are good at fighting. We are, but my men are totally exhausted and desperate for a break. The time of their contract has almost expired. They need a rest. Well, war changes everything, including contracts. What do you mean, General? You know what I mean, you ain't stupid. Merrill, I got no choice. I gotta extend your contract. Why? If it were up to me, you could rest as long as you want. You could go home and all your men could go home. But it ain't up to me. The Japanese ain't going away. And if they don't, well, no vacations forever. But these men have come to Burma for a specific mission, not to fight the whole war like common soldiers. Merrill, take a look at the map, okay? Now, you got Jiamai, Mungong, and Mijina in northern Burma. The Chinese, they're taking care of Jiamai and Mungong. That leaves Mijina for the marauders. But that would mean extending their contracts. General Merrill, you and your men gotta ask themselves a question. And that question is, are you accountants or soldiers? I'll need to discuss this with them. You will not. You will make a decision before you leave this room. Give me time, General. I'll think about this. Take as much time as you need. You always wanted your chance to kill some rats, yeah? Well, that chance has come. Yes, sir. Now, I know. Look at them and, well, they don't look like much, right? But let me tell you, they know how to fight. Marshall gave them to me, and I'm gonna use them as a knife. Stick them in the Japanese ribs.
General Stillwell, I've made a decision. I agree, General, but I have one condition. My men attack the airport, secure the runway, and take no further part in this mission. We secure the airfield, we take a break. All right. I'll tell you what I need. I need you to finish this all by mid-May. I need it to be secret. And that means from the Japanese and the British. And finally, and most importantly, everybody around us, they say, oh, those Americans, they give us money, guns, bullets, food, but they don't put their lives on the line. Now, you are. You're representing America. You gonna let me down? My men will succeed in this mission. Then we got a deal. It's your liaison officer. Name's David. We're gonna be calling this Operation Cobra. Why so? Take a guess. I'm not a guessing man. Why are we calling it Operation Cobra? Because cobras kill rats. 英国人那边的情况怎么样？英国人这次的表现跟上次完全不一样，他们牢牢地守住了英帕尔。看来，他们不是不能打，在缅甸是不想打。那个美国佬，不是还要派中国军队帮助英国人守英帕尔吗？史迪威是向英国人提过，但是被蒙巴顿勋爵给拒绝了。蒙巴顿说，如果靠已经十分困难的中国人来帮我们保卫印度，那将是大英帝国的耻辱。哎呀，英国人居然还知道体谅中国的困难，不容易啊！但是日本人并不甘心，他们又向距英帕尔80英里以外的英军基地科西玛发起了攻击，想切断英军的铁路补给线。他英国人顶得住吗？委员长，您不是说过，英国人会拼命保住自己的钱包吗？委员长，这次英国人可是今非昔比。我这里有一篇路透社的战地电讯，念来听听。这是整场激战中最为奇特的一战。日本军队首先发起了猛烈的攻势，试图夺取一座作为英军阵地的网球场。隐蔽在球场底线沙袋后面的英军士兵，用步枪和手榴弹予以了坚决的回击。双方的手榴弹不停地飞过球场中央的球网，好像一场激烈的温布尔登公开赛。最终，经过一整天的较量，英国人压住了日本人的攻势，并把他们彻底歼灭。在这个网球场，英国人成功地破掉了日本人的发球局。好得很呐！这样，史迪威将军就不必为英国这个表亲操心了。可罗斯福总统已经发来了第5封电报，催促我们怒江东岸部队出兵。他罗斯福能够一封封电报的催我，为什么就不能说服丘吉尔仰光登陆呢？请委员长指示，我们如何回复罗斯福总统的电报？回复电报我已经拟好了。是。你走了，像海鸥飞翔，我走了，那么的匆忙。你走了，像彩云飘扬，我走了，那
荣光，为了